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那个投稿的廖远，就是61。对于这一对儿呢，也是我本人比较磕的一对儿吧。就是他们虽然说谁跟谁在一起我都能磕哈，但是因为我是更偏向于喜欢那种陪伴感更深的，所以可能会比较磕这段。但是呢，我解牌还是会从一个客观理智的角度来哈。那我们先用3张牌定义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关系能量。李相元 Leo， 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能量是如何呢？OK， 你们怎么出了教皇帝呀？皇帝的逆位，星币2的逆位，权杖。哎呀妈呀，你们俩中间有这么多要权衡的东西吗？首先哈，就是这两个人我能看得到他们的这个关系能量是有在流动、有在变化的。一个呢是因为起牌是一张皇帝的逆位，我会觉得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相处中，有一方是不是还是比较强势的？但是这个强势不是说那种他不喜欢的强势，而这个强势是能有安全感的一种强势，就是会带来安全感的这种，只要有我在，你放心，就是什么事儿都能摆平的那个感觉。而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他们更多的其实在工作上吧，就是这种工作上的合作和工作上一些事情的商量，没有他们在一起去玩啊，去打闹啊，不是打闹吧，去怎么说？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以及说，两个人当下那个情绪劲儿上来了，一起去干一些什么。他们在工作上的那种是没有我后面说的这些强的，就他们俩吧，在工作里面反而就是那个权衡的不一定是很适合他们俩的，或者说是很公平的。但是，一旦到了两个人一起搞一些灵感上的东西，就是会相处的特别融洽。再加上这3张牌，就首先关系能量还不错啊，就是还不错，没有到那种不怎么样的地步。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这个关系能量里少了水。就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认识了太久了吗？就是他们的那种感情已经趋于好像不需要太多言语上的东西了，就已经是一个稳定，你看稳定固定下来的。然后包括就是我们两方已经特别能很好的融入彼此，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就是皇帝牌的逆位，就是在一起是一个安全感，就我们好像之间没有那么多矫情的话来说，就只要我们在一起干就完了，或者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不需要说一些柔情蜜意的话，你在我身边，你懂我，我也懂你就够了，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两个人经常应该会一起合作，创造出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些文字的，或者是怎么说呢，不太像工作上的东西啊，更多的感觉像两个人私下的一些就类似于文字啊影像啊这类型的东西。那这个是他们目前的一个关系能量。李相元和 Leo， 你们对彼此的一个看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上面放 Leo， 下面放向元。Leo， 你对向元的一个看法：过去、现在、未来。向元，你对 Leo 和你们关系的一个看法：过去、现在、未来。OK， 收一下牌。我们先看 Leo 对向元以及关系过去的一个看法。呸，又是星币2的逆位。Leo， 你怎么了呀？你怎么总是在纠结，总是在权衡？就是有那么多需要你纠结权衡的东西吗？就在过去啊，Leo 总是觉得他有一种要权衡跟向元的关系。这个权衡不是说就是觉得我们俩关系不好，然后要权衡啊。这种权衡是他不太确定我们是在这个工作上，以及我们在大家一起的这种玩闹的朋友上，他在想他到底应该倾向于哪多，他应该对向元更多的是哪种感情。就他在过去一直在纠结权衡这个事情，然后就会有一种星币2，他的这个纠结还是那种来源于他自己哈，跟向元没有关系，全是他自己在这纠结呢。虽然说这个是他对向元的看法跟关系，但是你能看到他的原始动力是来源于自己的。就过去他总有一种纠结跟拉扯感。你们这过去，来向元看一下啊，权杖3的逆位，向元在等向元在盼，过去的向元在等着，在盼着。这个等跟盼可能是等着见到 Leo， 盼着见到 Leo， 也可能是等着我们再次的一个合作啊。我就是权杖3，不瞒大家，最核心的一个含义就是合作。然后呢，这个牌面大家也能看到，它是有一种远方异地的等待。他站在很高的一个地方，看着海洋对面，就是有一种什么时候能再回来的这个感觉，什么时候能再合作这个感觉。这不是我编造的哈，就塔罗就是这个样子哈。只不过可能因为我也了解一些他们的过去，确实是挺符合的嘛。然后两个人一个在纠结权衡，一个在等待。有点虐呢，这个过去。看看现在啊。哎呀妈呀，Leo 你也是不演了是吧？现在 Leo 对向元圣杯侍从，他觉得首先啊，他觉得向元很顽皮，就他觉得现在的向元有点顽皮，就那种感觉跟之前还有点不一样了，就有点顽皮。但而且呢，他对向元生出了一种情愫，这么说对吗？就是他看着现在的向元，他有一种就像这个人望着杯中心这种探出头这种新感情来讲，它是一种带有观赏、带有探究的意味。而且圣杯侍从这张牌有恋爱的意味在啊，或者说萌生爱意的这个感觉，就是萌芽的爱情，它有这个原始牌意。在这里其实就是我更倾向于因为现在他们俩又很好的走到了一起，所以现在Leo 看到了这种重生或者新生的向元，他在感情上他是一个特别开心、特别积极的能量。然后呢，他就觉得现在的向元好像不管是情绪状态啊，还是各种状态上都看着很不错。然后他就觉得有点喜欢现在的这个向元，这个喜欢打引号啊，你们认为是哪种就是哪种吧。交给你们来看，我不多说。然后现在向元对 Leo，权杖7的逆位，勇气。向元觉得现在的Leo少了点勇气，是什么样的勇气啊？我不知道。他也觉得现在的Leo，少了一点
这种面对未知风暴的勇气。就以前可能他会觉得 Leo 是一个不管未知的是什么，他都有这个勇气去面对，但反而现在可能是因为思考的多，思考的全，他会在某些时刻选择妥协，选择逃避，就不会再有更多的那种去直面的勇气。但是呢，你们结合两个人去看哈，就是一方就觉得一方是更喜欢现在的这个向远，一方呢觉得现在的 Leo 没有之前那种勇气，或者说果断和不畏一切的那种洒脱感。你们能品出一些什么吗？就是是不是有一个时差感啊？会不会有一种错位感啊？我觉得有啊。然后未来看一下。哎，等一下，你是这样的，不能翻，你想改变吗？不能改啊！我天哪，为什么啊，Leo，你这么悲观吗？Leo 对未来Leo 对未来为什么会这么悲观啊？他会觉得未来其实是会很辛苦的，他觉得他们的未来，不管是面对自身这种内耗的情绪，或者是外界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不好的声音全都袭来，他会觉得未来是一个让他压力会大到喘不过气的一个感觉，他觉得有点无力去面对未来，不管是他还是和向远的这段关系啊，怎么了呀？中间为什么转变的这么？你这里还啊，我知道了，你看啊，问 Leo 他对向远现在的看法，他是喜欢的。问 Leo 对未来他们的看法，他是持悲观的。哦妈呀，这个人，看一下未来的向远，倒吊人的逆位，他是向远他觉得未来哈是，首先是有一种会被限制，就是会被限制，就是不管是外界的限制，还是说来自哪里的限制啊，他就觉得未来是会被限制住的。但是这个限制，因为有 Leo， 因为倒吊人的逆位啊，因为有 Leo， 他觉得甘之如饴。他有一种就是自动自愿，他就是啊，虽然你们可能看到的我是没有那么自由的，但是其实我是自愿的，我有一种。就是我自己走进来的，所以在未来能看到他，本来倒吊人是这样啊，正位是这样的，就是逆位他会有那种，就算是被限制住了，我也愿意，而且我会去，因为逆位你们看起来他是正的嘛，就他是会去找各种方法去突破掉，就是未来可能有的那种限制和格局。他觉得，就算有的话，那如果这里 Leo 缺少的一些勇气，那就由我来补足，我去来冲破这个牢笼，冲破这个桎梏。我就不信了，我们俩就是一定是不好的，或者说一定会有一些因为未来这里是觉得压力大嘛，就这里这个人在躲进去的时候，他会觉得那就由我来站出来，是会有这种。哎，Leo，你真的是我服了。向远，其实我能看到，从权杖3到权杖7，再到倒吊人，他是有一个自己心灵的成长的。就他自己他的这个成长真的不光是在外在啊，你们能看到的舞台啊，或者是业务能力，他是自己自我探索、自己心灵的这种成长。就他好像从内心找到了更能自洽的一种形式，以及心灵上的一个成长。反观 Leo 这里，反而还是会，还是挺内耗的。他，因为我之前觉得 Leo 挺内耗的，他现在，他的过去、现在、未来，除了现在，对他现在还挺好的，他挺享受现在的，就过去跟未来他还是会内耗，但我们结合刚刚前面他们3张那个能量啊，就能量都还是不错的。我现在明白这个安全感，就是皇帝为什么是逆位的了，因为他们的安全感是，错位给予的。那个时间段是，可能过去是谁给予谁，未来又是谁给予谁，就是一个错位的，而不是撞在一起的安全感。那我们那个
Leo 跟相元的关系、能量以及看法就先看到这里了。然后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